美东时间7月3日晚上，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，一支头一回来世界杯的球队把卫冕冠军阿根廷拖满了120分钟，一直拖到加时赛第111分钟，最后把这支球队送回家的是一记乌龙球，3-2。赛后，阿根廷这边说的话听着都不像赢家。利桑德罗·马丁内斯说：“他们踢得非常好，我祝贺了他们。”梅西也说：“早知道这场会很艰难，我们从来不敢轻视这个对手。这支队叫佛得角，台湾的朋友管它叫维德角。大西洋里一串小岛，全国人口50来万，还没北京一个区的人多，就这么个地方。半个多月里，先让西班牙一球没进，又跟乌拉圭队轰了个2-2，最后让世界冠军踢到怀疑人生。全世界都管这个叫奇迹，叫童话。但我把这队家底儿翻了个遍。得说句实话，这不是童话，童话是天上掉下来的。”这个是熬出来的。佛得角追世界杯追了20年，报了7届名，追最近的那一次是 FA 亲手把他们从门口拽下来。今天咱要捋的就是 FIFA 这笔账。时间倒回2013年9月7日，2014年巴西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小组最后一轮，佛得角客场2-0干掉突尼斯，拿下小组头名。历史上第一次，他们摸到了附加赛的门票。附加赛什么概念？再赢一轮就是世界杯。对一个刚提出点名堂的岛国来说，这可能是唯一一扇窗，全国上下都快把庆功宴摆上了。结果5天以后，9月12日，FIFA 一纸判决砸下来，比赛成绩作废，0-3，突尼斯晋级。罪名是佛得角用了一名停赛未满的球员瓦雷拉。这事儿必须掰开了说，因为他冤就冤在规则套着规则。当年3月，佛得角客场打赤道几内亚，瓦雷拉冲裁判发飙，红牌禁赛4场。到这儿没毛病，可几个月后，FIFA 查出赤道几内亚那场用了不合规的球员，判比赛作废，0-3送给佛得角。佛得角上下一琢磨，比赛都被你 FIFA 判成不存在了，那场比赛里领的红牌不也该跟着一笔勾销吗？于是9月这场生死战，瓦雷拉首发登场。FIFA 的回答是：不，比赛可以不存在，红牌永远存在。禁赛没做满，你这2-0就白踢。佛得角人不服，把官司一路打到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，结果驳回，维持原判。到这儿，所有的路都走死了。最讽刺的还在后头，顶了他们位置的突尼斯，附加赛被喀麦隆4-1打了回去，绕了一大圈。那个本该属于佛得角的巴西世界杯名额，最后落进了喀麦隆兜里。记住喀麦隆这个名字，这段恩怨后面还有的算。你可以说佛得角天真，没吃透条款，但你把自己搁那个位置想想，一个统共没几个人的足协，一辈子头一次离世界杯这么近，球场上明明赢了，最后倒在一条他们理解差了的规则上。更扎心的还在后头。第2年2月，FIFA 排名更新，佛得角冲的世界第27位，队史最高。2015年3月，他们又跑到葡萄牙家门口，一场热身赛，客场2-0把东道主摁在地上踢。C 罗那天歇着行，这场你可以不认，可一支排到世界第27的球队进不了世界杯，这事儿搁谁身上谁憋屈。那纸判决之后，连着3届世界杯，佛得角连门边都没再摸着。要讲清楚他们怎么杀回来的，得先说清楚一件事儿：这么个地方，当初凭什么能站上世界第27？佛得角的起点低到尘土里，大西洋中间10来个火山岛。当年葡萄牙人发现它的时候，岛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因为那儿根本待不住人，降雨少得可怜，庄稼种不活。葡萄牙人拿它当奴隶贸易的中转站。奴隶制废了之后，这地方就成了被遗忘的殖民地。被遗忘到什么程度？上世纪40年代，连年大旱，赶上2战，断了海运，宗主国压根没管，一场饥荒，饿死了差不多1/4的人口。所以佛得角人祖祖辈辈就干一件事儿：出海讨生活。早在19世纪，美国的捕鲸船在岛上靠岸补给，就一船一船把年轻人捎去了美洲。到今天，岛上住着50来万人，飘在外头的佛得角人比岛上还多。里斯本有，鹿特丹有，巴黎有，波士顿也有。1975年，他们才从葡萄牙手里独立出来。踢球这事儿就更晚了，1986年才加入非法。2000年前后，世界排名一度排在第182位。再往后翻就没几个国家了，没有职业联赛，国脚凑不齐像样的球衣，全国就一座像样的国家体育场，还是后来北京大老远送的，大撒币撒到大西洋中间去了。这账咱按下不表，反正佛得角人是真没糟蹋，
天天搁里头练。世界杯他们不是没硬闯过，2000年头一回报名，冲2002年那届1平1负直接出局。再试一次，冲2006年德国世界杯，这回赢下了队史第一场世预赛的胜利，对手叫斯威士兰，这个名字先搁这儿，20年后有回响。可赢一场顶什么用？打进最终轮，小组第5还是回家。所以说，2026年不是佛得角头一回想来，他们20年前就该来了，硬闯闯不动，就这么一副烂牌。他们想明白了一件事儿，人是走了，根儿还在。全世界的佛得角后裔，葡萄牙青训养大的，荷兰青训养大的，法国青训养大的，理论上都能穿佛得角的球衣。别的国家看不上的边角料，对他们来说就是全部的家当。一场全球撒网的招人工程开工了。2010年5月，葡萄牙在世界杯出征前找他们热身练兵，结果90分钟愣是一球没捞着，0-0。牌桌上第一次有人回头看他们了。2月之后，佛得角请来新任主教练卢西奥·安图内斯，这位的正职你猜是什么？机场空管员，白天在塔台指挥飞机起降，带国家队还得跟单位请假。真正的成名战在2012年非洲杯预选赛最后一轮附加赛，对面是埃托奥领衔的喀麦隆，非洲杯冠军拿到手软的传统豪门。2012年9月8日，首回合普拉亚的瓦尔泽亚球场，就是那种几千人的小场子，佛得角2-0把不可一世的雄狮摁在了地上。1个多月后，去亚温德1-2输了，可总比分3-2，喀麦隆出局，整个非洲都炸了。顺便记一点，那批人里有个刚站上国家队门线的年轻门将，叫沃奇尼亚。这个名字14年后你还会再听到没有？2013年建队以来第一次打非洲杯正赛，一个空管员带着一帮欧洲低级别联赛的打工人，2-1安哥拉拿下队史大赛第1胜，一路踢到8强才被加纳按住。那届杯赛，全非洲的记者都爱往佛得角的发布会跑，毕竟别处哪儿还能采访到一位持证上岗的空管员主教练。对了，队史非洲杯第1球的进球者名字你听着准眼熟，普拉蒂尼。当然不是法国那位金球先生，是佛得角自己家的普拉蒂尼。这队连起名都透着一股不服，也正是这支气势正盛的队，在2013年9月赢下了突尼斯。你现在再回头看非法那纸判决，就知道他砍下来的时候，佛得角正站在自己历史的最高点上。附加赛的门刚开了一条缝，就被人从外头焊死了。之后就是漫长的还债。2015年初的非洲杯，他们连踢3场平局，1-1突尼斯，0-0刚果民主，0-0赞比亚，砸了3分，就因为比别人少进1个球。回家这3张平局牌先压在桌上，11年后他们会换一副面孔回来。再往后，2018年世界杯没戏，2022年世界杯还是没戏，连非洲杯都开始时进时出。眼看第1代黄金球员一个个老去，这工程像是要烂尾了。但球他们没停，佛得角足协就那么点人手，一多半的活就是满世界扒了档案，找带佛得角血统的球员。扒到什么程度？扒到领英上去了。2018年，当时的主帅鲁伊·阿瓜斯在领英上翻到一个人，皮克·洛佩斯，爱尔兰都柏林克拉姆林街区长大，司职中卫，效力沙姆洛克流浪者，父亲是佛得角人。阿瓜斯直接发了条私信，愿不愿意为佛得角踢球？私信是用葡萄牙语写的，洛佩斯一个字都看不懂，寻思这8成是诈骗，顺手就给忽略了。这一忽略就是9个月。后来主帅不死心，又用英语追发了一条，洛佩斯这才想起来翻出第1条，复制粘贴进谷歌翻译。翻完人傻了，国家队征召被我当垃圾邮件搁了9个月。还有个细节，被领英翻的那会儿，洛佩斯还在银行上班，一个银行职员靠一条差点进垃圾箱的私信，2019年站上了国家队的后防线。今年夏天，这条后防线站到了世界杯上，网撒的再大，还得有人能把这帮天南海北的人拢成一支队。2020年，佛得角等到了那个人，布比斯塔，当年国家队的老队长啊，从连球衣都凑不齐的那个年代踢过来的，袖标一戴就是11年，2005年才脱下球衣。国脚生涯拢共28场，这数字搁正经足球国家不够看，可那是佛得角连正式比赛都凑不齐的年代，28场已经是一整代人的分量。注意这个年份，2005正是球队冲击德国世界杯没冲进气的那个周期，自己没赶上的东西，他退役之后没撒手，在教练组一路熬。2020年2月正式接过教鞭，他上任立的头一条规矩不是战术，是语言，队内只说克里奥尔语，佛得角人自己的话。
你在鹿特丹长大的，在巴黎长大的，不会说学。他自己的原话是：有时候小伙子们凑一块想说别的语言，我不允许。咱们佛得角人的身份得留住。你可以说这是形式主义，但你看看后来那份世界杯名单的成分，26个人出生在14个国家，分属25家俱乐部，在鹿特丹出生的比在首都普拉亚出生的还多。这种队最不缺的就是散伙的理由。语言这根绳是布比斯塔能找到的最结实的一根，规矩立住了，成绩跟着来。上任后头一届非洲杯，他就带队杀回了正赛，还闯进16强。那场16强踢得壮烈，连吃2张红牌，9个人扛了大半场，0-2倒下，倒在谁脚下？塞内加尔。那届一路走到底捧杯的冠军，虽败，成色所有人都看见了。到2023年那届非洲杯，佛得角跟埃及、加纳分在一组，赛前全世界都当他们是陪跑。结果小组不败，头名出现，淘汰赛再拿下毛里塔尼亚，又是8强，然后心碎了。8强战对南非，120分钟0-0，机会一大把，就是不进。点球大战，南非门将罗文·威廉姆斯一战封神，一口气扑出4个点球。非洲杯历史上头一个单场扑4点的门将，佛得角出局，撞上门将历史级的一页。这种输法比0-4难受多了。被扑出去的4个名字：贝贝、威利·塞梅多、拉罗斯·杜阿尔特、帕特里克·安德拉德。先记住中间那俩，塞梅多、杜阿尔特，这2笔账后面都有人来还。这儿正好半场，老规矩，订阅先点上，后半段全是还账的戏，一笔都不会漏。那次心碎之后，队伍肉眼可见的往下走。老臣斯托皮拉退役，老门将沃奇尼亚也动了退役。他后来自己说：“我想过离开，但为了这个梦，我留下了。可光靠情怀止不住跌势。2025年的非洲杯，佛得贵连正赛都没进去。外界的判断很一致，这波人到头了，重建。佛得角选了另一条路，不重建，再赌一把，老的请回来，新的补进来。2026世界杯预选赛，全队压上了全部筹码，这一把赌对了。预选赛小组里最硬的对手又是喀麦隆。佛得角带着4连胜杀到2025年9月9日，主场普拉亚直接对话。这里得插一句，这届世界杯扩军到48队，非洲9个小组的头名直接进正赛。对佛得角来说，直通这2个字太重了，不用碰附加赛。当年他们就是死在附加赛门口的。偏偏这节骨眼上，阵中身价最高的中卫洛根科斯塔7月在俱乐部热身赛里断了10字韧带，防线闹起伤病荒。队里做了个决定，把2024年就宣布退出国家队的老臣斯托皮拉请了回来。锋线上顶出来的是个24岁的年轻人利弗拉门托，就是他在这场生死战里禁区得球，右脚一记斜射，从喀麦隆门将奥纳手边钻进网窝，1-0，全场唯一进球，5连胜。这里必须替佛得角人出口气。2012年，他们把喀麦隆挡在非洲杯门外。2014年，喀麦隆转手顺走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世界杯名额。2025年，又是他们把喀麦隆从直通名额上挤了下去。这笔三角账，佛得角记了11年，连本带利，一场结清。10月13日，最后一轮，主场对埃斯瓦蒂尼，赢了就出线。埃斯瓦蒂尼是哪儿？就是当年的斯威士兰，改了个国名，还记得吧？20年前，佛得角在世预赛赢下的第1场球，对手就是他们。20年后，把佛得角送进世界杯的最后一场球，对手还是他们。这个回想，编剧都不敢这么写。这天，佛得角政府干了一件挺可爱的事儿，全国放假半天，就为了让老百姓能守在屏幕前看这场球。球队也争气，第48分钟，利弗拉门托；第54分钟，威利塞梅多。注意，他也是2年前点球大战被扑的4个人之一。这笔账他自己排上了。补时阶段复出的斯托皮拉再补一刀，3-0。退过役的老臣用1粒进球亲手把佛得角送进世界杯。赛后他就说了一句：“我只是想帮帮球队。”那一晚，这支绰号蓝沙的球队把一个50来万人的岛国头一回送进了世界杯。2013年，FIFA 把他们从附加赛门口拽下来。2025年，他们小组头名正门直进，附加赛不需要。复仇的上半章写完了，可真正的复仇得在正赛完成。当年没人知道佛得角是谁，这一次他们要让所有人记。6月15日，世界杯首秀，对手西班牙，现任欧洲杯冠军，这届的夺冠大热门，多少人等着看一场屠杀。90分钟之后，计分牌上是0-0，
西班牙全场27脚射门，7脚射正，一球没进，因为门线上站着个40岁的沃齐尼亚，7次扑救，全场最佳。这位是什么来路？在岛上的巴图克起步之后，19年安哥拉、摩尔多瓦、葡萄牙、塞浦路斯、斯洛伐克，他把6个国家的联赛飘了个遍，飘到40岁，落脚在葡萄牙第2级别的恰韦斯。还有更扎心的，世界杯开打前10来天，他刚官宣离开恰韦斯，一个马上40岁的门将，那会儿连下家的影子都没有，就是这么一个人站到了西班牙面前。世界杯开打前，他账号的粉丝是5.6万，逼平西班牙那晚，巴西的解说频道带头刷他，几分钟破100万，几个小时破500万，最后停了1400多万。40岁，人生第一次尝到走红的滋味。所以他那句话我是真信，我为这一刻干了一辈子。第二场对2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，这场更野。第21分钟，凯文皮纳一脚任意球直接得手，佛得角1-0乌拉圭，先声夺人。乌拉圭急了，上半场结束前连扳2球，2-1反超。搁一般的新军被老牌冠军当头一棒，心态就该散了。佛得角人不散，第61分钟，埃利奥瓦雷拉补上一刀，2-2。得说清楚，这位瓦雷拉跟2013年吃红牌那位不是一个人。佛得角姓瓦雷拉的多了去了。第3场对沙特0-0，3场3平积3分，可这3分够不够出线还不归自己说了算。佛得角人踢完自己的球，只能站在场地里等另一块积分牌。乌拉圭要是从西班牙身上抢到分，佛得角就得跌到第3，出不出线看别人脸色。结果乌拉圭的老门将穆斯莱拉送出一次低级失误，西班牙1-0，就这一个球，佛得角小组第2，堂堂正正出线。上一支靠3连平从小组里走出去的队，还是1998年的智利。这还没完，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这么小的国家闯进过淘汰赛。论人口，论国土，佛得角都是头一个。至于乌拉圭回家了，还记得2015年那3张只够换回家机票的平局牌吗？一模一样的3张牌，11年后打在世界杯的桌上，就够昂首走进淘汰赛了。那几天，从波士顿到里斯本，再到鹿特丹，全世界的佛得角社区就没消停过，连养伤的洛根科斯塔都赶上了。这班车5月在俱乐部付出了13分钟，布比斯塔一咬牙就把他塞进了26人名单，全员赴约。然后就回到了开头那一页，32进16，对面站着卫冕冠军阿根廷和梅西。赛前，数据公司 OPA 的超级计算机把这场球模拟了25000次，佛得角只在1成的剧本里活着走出去。可佛得角总统内维斯偏不信这个邪，公开放话：我们能1-0赢阿根廷。一国总统赛前预言掀翻世界冠军，全世界都当段子听。90分钟之后，没人笑得出来了。这场球值得掰开揉碎了讲。第29分钟，利桑德罗·马丁内斯一脚直塞，梅西禁区里外脚背一卸，顺势一拨，球从沃齐尼亚身边滚进网窝。阿根廷1-0佛得角，这是梅西职业生涯的第20个世界杯进球。那晚还是他第30场世界杯，2项都是前无古人的记录。世界冠军的常规操作，所有人都觉得剧本该翻篇了。佛得角不这么想。第59分钟，德罗伊·杜瓦尔特一记低射钻进远角，1-1。还记得那个姓吗？2年前非洲杯的点球点上，哥哥拉罗斯的球被扑了出去，一家人背了2年。今天弟弟德罗伊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扳平了世界冠军，这就是我说的还账。常规时间最后阶段，梅西又等来一次必进球的机会，沃齐尼亚又给按住了，1-1进加时。加时赛刚开场，第92分钟，梅西角球开出，麦卡利斯特头球一蹭，还是利桑德罗·马丁内斯横梁底下一脚怼进，阿根廷2-1，都以为这回真到头了。第103分钟，23岁的西德尼·卡布拉尔拿球起脚，一到弧线直奔死角，2-2，世界冠军又被拉回来了。那一刻，距离点球大战只剩17分钟，全世界的中立球迷都在盼着他们拖进去。第111分钟，剧本挑了最残忍的一种写法，又是梅西的绝球开进禁区，罗梅罗头球一顶，球打在迪尼博尔热斯身上，弹进了自家大门，乌龙。阿根廷3-2佛得角，压垮他们的最后一击，居然是这么一记从自家人身上弹进的球。此后再无进球，中场佛得角出局。赛后，伊布拉希莫维奇、亨利这帮平时眼高于顶的大人物
排着队给他们送了同一个词儿“英雄”。布比斯塔自己的总结就一句话：我们悲伤，但我们骄傲。但您数数这届世界杯的账本，4场球3平1负，唯一的一场负是120分钟的加时，还输在乌龙球上。整届世界杯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能在90分钟之内赢佛得角，世界冠军也不行。回头看这20年7次报名，前几次硬闯闯不动，好不容易攒出一支像样的队，又被一纸判决按了回去。之后连着3届门边都没摸着，搁多少地方这故事早就完了。骂2句黑幕，散伙认命。博得9人没认，空管员教练，银行职员中为退役又复出的老臣，40岁还在2级联赛扑救的门将，鹿特丹出生的，都柏林出生的，巴伊出生的，被一门克里奥尔语拢在同一间更衣室里。2005年脱下队长袖标的那个人，20年后站在世界杯的教练席上，把当年那扇被焊死的门整个拆了下来。菲菲当年一纸判决能拿走一个出线名额，但有样东西他拿不走。从2026年往后，世界杯的牌桌上，佛得角是有名有姓的角色了。复仇的最高级是让这个舞台从此少不了你。对了，下届世界杯2030年，主办方里有一个葡萄牙佛得角人的老东家家门口。你说这帮人会不会憋着更大的活？咱们这个频道就好讲这种球，被规则坑过，被人看扁过，又自己爬起来的。爱听的订阅点上，下一个这样的故事来了，好第一时间叫你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咱们下一场。